都说熬夜对身体不好，但是很多人也是被迫熬夜的。一到了晚上呢，就失眠睡不着，真的是很烦恼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在我们脚底有个睡眠开关，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是足少阴肾经常用的腧穴，位置很好找。当脚全足时，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。可以每天睡觉前先用热水泡脚15到20分钟，然后呢坐在床上，用拇指按揉涌泉穴，或者是用手掌搓脚心都可以。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，交替按摩。经常按摩涌泉穴能滋补肾脏、降心火和调理睡眠，对缓解失眠有很大帮助。对于经常失眠的人，睡觉前记住呢，不要太兴奋，放松身心，还要少吃东西，可以适当的运动一下，或者常用桂圆红枣茶泡水喝，有宁心安神、补气养血的功效，对促进睡眠有帮助。天气比较干燥，那很多人呢就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如果总便秘会影响肠胃功能、内分泌，还有新陈代谢，所以呢要早早的改善才行。那便秘呢，最好呀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，这样可以帮助肠道保持通畅。那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。第一种，西芹。西芹啊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，而且啊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以及大量的粗纤维。那经常吃能够促进消化和吸收，刮油通便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能够减轻体重哦。第二种，小白菜。小白菜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那便秘的朋友经常的吃一些小白菜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和食物的消化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防治便秘。当然年纪大了，有很多事情啊需要注意，那洗头发呀也不例外。有的人头发爱出油，所以会天天洗，那这样对头发真的好吗？其实呢，油脂啊是有保护头发的作用的，它能让头发变得滋润。如果天天洗，反而对头发不好，也容易使头发掉得快。所以啊，建议老年人最好呢2到3天洗一次比较好。还有洗头的时候要注意2点。第一点，洗头时水温不要太高，水温太高会刺激到皮肤，会把头皮所需的脂肪层除掉，那这样头发就会变得容易折断。所以洗头之前最好自己试一下水温。第二点，洗完头不要马上睡觉。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睡觉前洗头，头发没干就睡觉了，那这样啊容易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出现头晕头痛的情况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中老年朋友洗头时要多注意一下哦。这个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都会长出白头发，那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，所以头发开始变白的位置也不一样。那有些人头发先从两鬓开始变白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啊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管是来自生活还是工作的。那压力大会让整个人的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，产生焦躁的情绪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两鬓变白的情况。其次，肝火旺盛，因为我们的两鬓对应的脏腑反射区是肝胆。如果肝胆之火旺盛，那么很容易使人出现脾气暴躁、口干口苦、眼睛酸涩等情况，同时也会使两鬓头发变白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上面这2个原因。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长白头发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梳头，大家可以找一把适合的梳子，比如牛角梳或者是木质梳子，如果没有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代替。这样从前往后的梳头3到5分钟，这样梳头按摩头部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头发的生长发育，对改善脱发和白发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老年人经常这样梳头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脑中风的。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存在长白头发的情况，那经常去染发，可是过段时间啊就又长出来了，如果总染发对身体也不好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减少白发产生。在我们头上有个浮白穴，耳根上缘向后入发际线1个拇指宽的位置。那浮白穴属
足少阳胆经，有疏肝利胆、散风通经的作用。我们按摩时可以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3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以浮白穴为中心，这样旋转按揉，每次按5分钟左右，要感觉皮肤发热发胀为宜。那经常这样按摩浮白穴，还能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延缓白发生长有帮助。当一起床天旋地转、头昏脑胀、浑身没劲儿，你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应对呢？不妨跟木子来学一个动作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动作很简单，双手手臂弯曲在胸前，食指交叉，这样扣住，然后2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直的时候头呢也跟着往下低，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反复的做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呢，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脑供血不足的朋友还要记住，不要长时间的坐着，或者呢长期低头工作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有助呢改善血液循环。当出现脑供血不足时，很多人会感觉到一阵的眩晕，所以我们平时要做好预防工作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小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有很好的作用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全身放松。将双手手臂弯曲，食指交叉放在胸部前面，然后将2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手的同时头部也快速的向下低头，让头部在2条手臂的中间，每次做30下左右。注意做的频率不要太快。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改善头晕头痛，记性也会变好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如果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大家最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，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，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慢走等，这样有助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帮助。腿抽筋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不过最常见的就是睡觉时腿抽筋，有时候被疼醒真的是很难受。那有的人认为腿抽筋是缺钙了，其实呢，除了缺钙，还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腿受凉，很多人睡觉愿意踢被子，如果小腿受到寒冷的刺激，就会出现腿抽筋的情况。第二个，雌激素下降，很多女性体内雌激素下降，会导致体内钙质流失，这样就容易出现经常抽筋的情况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缓解腿抽筋的方法，可以将抽筋的那条腿伸直，然后用手握住脚，将腿的踝关节向外旋转。如果是左腿就逆时针转，右腿就顺时针，这样连续的旋转一会儿，疼痛就会有所缓解。大家转的时候要记自己最大的限度旋转就可以了。见到了胃不好的小伙伴，如果想养胃，除了要注意保暖、注意饮食外，还可以敲敲自己腿上的养胃区哦。这个养胃区就是足三里了，足三里在小腿外侧，外线下3寸。那用手指量的话，大约4个手指宽的位置。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，也被称为长寿穴，有调理脾胃、补中益气、通经活络的作用。那按摩时，我们可以将手握成拳，然后用指关节敲打足三里，敲打力度大一些，要感觉有酸胀感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那经常这样敲打可以促进消化，减轻肠胃负担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以前的人都喜欢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现在呢，很多人喜欢上了熬夜。有的人认为熬一宿才算熬夜，其实不是的。那你知道几点开始就算熬夜了吗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。其实这个呢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判定的，但是最晚也不要超过晚上11点睡觉，因为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段时间呢是人体排毒的时候，如果熬夜的话，身体得不到充分休息，会影响排毒，这就对健康不利了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晚上赶紧放下手里的手机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最好让自己11点就进入深度睡眠，这样身体才能会更好哦。如果晚上睡好了，那么整个人都精神气爽的。如果睡不好呢，那人也会没有精神，各种难受，而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。那我们平时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入睡呢？今天木子就给大家推荐呢2种助眠食物。第一种莲子，
莲子的味道啊有些苦，但是呢很清香。莲子中含有的莲子碱、芳香苷等营养成分，具有镇定安神的作用。那在睡前喝一杯莲子羹，有助睡眠，提高睡眠质量。第二种，百合。百合不仅好看，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百合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具有宁心安神、润肺止咳的效果。那用百合泡水喝，或者是熬汤喝，对促进睡眠也有帮助哦。那经常失眠的人，希望啊这2种食物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